要是一个人的一生，就是和各种人创造珍贵回忆。如果选择独自生活，尽情尝试你想做的一切，这其实是在和最重要的自己创造专属于我的回忆。如果你此刻总是对一个人的生活感到焦虑，不妨看看这部治愈系日剧，剧中的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，个人生活也可以既快乐又自由，温柔地与自己独处，有时是最好的自我疗愈方式。5月在一家出版社工作，不擅长社交的他，总是拒绝同事们的聚餐邀请。他这么做是有自己的规则，那就是下班之后，独自前往喜欢的地方，享受独处的时光。今天对5月来说，是一年中特别的日子，因为是他的生日，他打算做个浪漫的安排，送给自己作为礼物。于是5月自信地走向一艘停靠的游轮面前，他决定今天就乘这艘游轮。一进游轮，豪华的装修风格让他惊艳不已。服务员已经在等待他多时，通过大大的窗户看向海景，迎面来的海风，绝佳的视野和宜人的氛围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自己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当出航的钟声响起，游轮慢慢驶向大海。虽然5月感叹乘游轮已不是第一次了，但每次启程时总让他兴奋不已。平日常见的风景，今天从甲板望去，也显得别有一番味道。欣赏着美景，想着待会儿再享用法国大餐，今天肯定会很特别。尤其还有期待的法国美食，还有个很动听的名字，叫海风微佛，用来形容今天特别合适。接着服务员上了第一道开胃菜，5月看着漂亮的摆盘，就知道今天的主厨很厉害。切开尝了一口，地道的味道让他想起了在法国餐厅用餐的记忆。虽然他不太懂法国料理，他清楚法国料理美味和香气十足，全靠独特的酱汁，酱汁的精致决定了这道菜的好坏。幸运的是，今天的酱汁完全符合5月的口味，除了好吃，他实在想不出别的词来形容了。最后上桌的是今天的甜点，蛋糕绵密的口感在口中缓缓融化，再加上浓香的咖啡，5月觉得烦恼都烟消云散。晚餐结束后，5月迎着海风走到甲板，呼吸着海洋的味道，望着夕阳和海鸥，这样的时刻真悠闲。他来到游轮上的酒吧，打算喝点酒再看看东京夜景。5月点了一杯红酒，一边抿一口一边欣赏夜景，这感觉真惬意。但这时旁边有个女人主动找他聊天，5月和他聊过之后才知道，这个女人也是独居生活，她毕业后就在东京待着，到现在差不多已经30年了。那时的她总是想着要把东京玩遍，所以她一个人去了所有能去的地方。不过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些经历就像毕业旅行一样，走马观花。真正住在东京的人是不会去做这些事的。想清楚这些，他也觉得那些无所谓了。倒是像现在这样，偶尔坐船到海上，夜观东京，感觉和距离正好，让他觉得很安心。离开从小长大的地方，住进城市里，这样的人心里或多或少都有些缺乏安全感吧。短短2个小时的旅程很快结束，看着眼前的游轮，5月觉得和刚刚遇到的独行女人这辈子可能不会再见了，但这并不影响他的独自生活。毕竟在漫长的人生中还会遇见许多人，也许短短几个小时的相遇就能在对方心里留下印象，永恒且美好的记忆。所以在5月的世界中，独自坐游轮，独自看夜景，都是他寻找生活意义的方法。也许独自生活不一定要花很多钱，他只是提醒自己要积极且自由地享受自己的时光。无论现在的你，不论你是一个人还是2个人，开心还是难过，都希望在爱的时候好好珍惜对方，玩的时候好好享受风景，在一个人的时候好好对待自己。你是否也曾因为刷手机而迟迟不肯入睡？白天睡不醒，晚上睡不着，似乎只有刷手机才能缓解这种状态。但越依赖电子设备，人就陷得越深。所以今天5月决定过一天无电子设备的生活，放下手机，全身心投入到日常中去。尽管说要放下手机，可一旦真的不带手机，5月心里总是有些忐忑，
毕竟已经习惯了手机支付。于是，如果钱花的差不多了，他就会频繁地查看钱包。幸好今天的天气特别宜人，这种天气很适合阅读。平时他常在手机上看电子书，然而今天5月打算做点离线的事情，准备去书店挑几本平时喜欢的书。但在此之前，他得先查一下附近的地图，不确定是不是很久没用地图。现在纸质地图对他有些陌生，不过他很快调整了过来，立刻找到了目的地。于是他来到了10口书店。从外面看，这家店显得很古老。进去后，发现老板正在逐本检查书籍，看来这些古书确实有点历史。逛了一圈后离开了，发现门口堆满了一些二手的书籍，价格也是相当便宜。就在这时，他注意到旁边有个男人闭着眼挑书。5月正好奇自己得了什么超能力，忽然被男人发现了，他尴尬不已，赶紧离开那里。随后他走进了一家专卖江户时代书籍的书店，为了不被人发现，自己随意闲逛，还特意戴上眼镜装作文化人。不得不说，5月真是心思细腻。进店以后，看到书架上全是很有年代感的书，顺着楼梯上到2楼，没想到那里竟满是珍藏级别的古籍，这些东西都能开个博物馆了。看到价格，只能感叹买不起啊。不过一想，对历史爱好者来说，这里肯定是天堂吧。店主看他一直在橱窗前徘徊，说如果有想看的书，尽管拿出来看。但他反问店主，这么贵重的书，随意拿出来不会觉得不合适吗？毕竟是珍藏级古书。然而店主却感到惊讶，告诉他书店就是为了让顾客亲手触碰到真实书本，如果连基本的触碰都做不到，那和网购就没区别了。5月听后意外地发现，这家店很有温度。是啊，早就习惯在电子设备上阅读了，却忘了读书原本是去感受它，触摸书页，再慢慢品味。看来今天的收获也不小呀。逛完书店后，5月去咖啡厅休息，可没想到却发现了早上在书店前见过的男人。原本他想避开他，不料还是被那男人认出来了。两人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尬聊着。可5月突然问男人，刚刚在书店门口为什么闭着眼选书？难道不用看就知道书的大致内容吗？男人被5月这个看似幼稚的问题逗乐了。这怎么可能？男人回答他故意不看书本内容，随机选书，就像抽签。如果在网上购物，智能数据会根据你的喜好和浏览记录推荐你喜欢的东西，但他不想让智能 AI 替他决定喜好，毕竟人是复杂生物，偶尔需要跳出常规，重新审视生活，会有新的发现。就像在未知中翻阅一本书，可能改变人生，但只按兴趣选书，视野会变窄。阅读的意义正是开拓认知边界。这番话感动了5月，原来看起来有点怪异的举动，却是另一个人挑战自我的方式。5月由衷地为这位大叔加油。所以在这一天没有手机的日子里，5月觉得时间流逝得很慢，感觉相当充裕。发现不依赖电子产品的生活，其实不必去深山老林，也可以选择一天去海边散步，去书店消磨时光，摆脱电子设备的控制，掌控好自己的时间，或许才是真正的奢侈时光。你是否觉得周末总是昏昏沉沉，在家躺2天，周一仍然感到疲惫？脑力和体力的疲劳是不同的感觉。那么周末该怎么过，才能让自己彻底充电呢？一个人该怎么享受周末时光？眼前这个女人或许能告诉你。她名叫5月，今天她打算去温泉2天1夜游。登上列车，只有她独自在宽敞的车厢，这种清静真的让人愉悦。虽然不是第一次坐电车，但不知为何，车要开了，总是感到很兴奋，心里想着今天会有什么新的体验。这种好奇心开启了短暂轻松的治愈之旅。随着列车渐渐启动，5月便迫不及待地拿出了精心准备的便当。火车和便当简直是天作之合，5颜6色的时令食物充满了整个便当盒，仿佛春天的色彩一样亮丽，很惬意。一会儿就到了目的地，旅馆老板早已在等候。一路上，平静的村庄也是美丽的景色。接着在老板娘的招待下，
到了预定的房间，虽然房间不大，但一个人住刚刚好。趁老板离开后，5月一下子躺倒在地，望着外面静谧的景色，感觉脑袋也不转了。一周的辛苦，好像周围的一切在治愈。然后5月来到独特的一人锅温泉，觉得这个大锅温泉像是专为他这样独行的人准备的，不用在意别人随意享受。今天的他准备只泡温泉，所以得将这家店的温泉统统泡一遍才行。欣赏庭院景色，此刻身心的疲惫都好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泡完当然得吃饱饭，可5月没想到店家竟准备了山里刚采的新鲜食材做的晚餐，炖煮的火锅，浅尝一口，浓汤立刻满意味蕾。粗茶淡饭，常常需最朴素烹饪，只是这样简单的做法，就完美的将食材本身的美味激发了出来。已经习惯平日快节奏生活饮食的5月，再一次尝到如此简单又奢华的晚餐，感叹到今天必须吃撑。吃完饭之后，5月来到旅馆的小睡吧，简单质朴的装修风格，就像回到小时候外婆家一样。这里的饮料都是老板根据季节的水果产物亲自酿制的。老板推荐5月尝尝自己的柚子汁，毕竟现在是柚子丰收的季节。5月也欣然同意。他端杯品了一口，浓郁的柚子香和酸甜的口感融合在一起，饭后消食真不错。回到房间后，5月舒适的泡了个澡。这种带露天温泉的房间，随时泡豆真是太舒服了。庭院美景一览无余，5月认为即使是平凡的周末，也可能成为一场自我治愈的旅程。有时趁周末尝试新体验，品尝平日难得的美食，在这个过程中放松身心。也许最简单的充电方式就是这样，不辜负美好景色，不辜负美食，也不辜负自己。要度过一个梦幻周末，一个40岁的女人也许有答案。5月觉得在这个年纪，已经很少有人用可爱来形容她，但即使年纪大了，她心里依然保有少女梦。于是今天她决定来到这个童话乐园，重拾青春。今日挑战对42岁的她确实有点吃力，毕竟周围都是10多岁的少女。刚踏入园区，5月就被可爱的凯蒂猫吸引。虽然激动，但她只是心里偷偷问候。作为粉丝的她还买了凯蒂猫同款发箍，但又感到有些不好意思，顺手就装进了包里。下电梯后立刻被人群吸引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游乐船。刚上船才发现拼船的是一个大叔，看来可爱这个词不只是女生的专利啊。两人坐船沿途欣赏童话般的世界，有很多熟悉和陌生的角色。5月只感到此刻童话世界格外美好，空气中弥漫着平静和幸福。结束之后还能免费打印刚拍的游客照片，服务员贴心的用布偶替代了其他人。他少女心爆棚，立刻打印了照片。看着满墙的卡通角色，本来不爱自拍的5月也拿出了手机，咔嚓咔嚓拍个不停。然而独自一人的问题这时显现出来，想跟玩偶合影完美，还是得找人帮忙。在小姐妹的协助下，5月好歹拍了几张不错的打卡照。原本想表示谢意，但一转眼这女生就走了。后来在樱花树下又遇见了她，两人简短的聊了一会儿。5月很羡慕这个年纪的女生，可以把可爱的东西随心所欲的带在身上，不管年龄和面子。女生羡慕5月的成熟气质，自己很喜欢，但完全没勇气穿这种亮色衣服。因性格内向，她不喜欢引人注意。没想到2个年龄差异的人竟然彼此羡慕。5月想，偶尔放下社会中的面子和圆滑似乎也不错，做个随心所欲的小女生也挺好的。于是她从包里取出发箍，重新戴在了头上。那一刻她仿佛又闻到青春的味道。接下来吸引她注意的是这款造型可爱的咖喱饭，可爱的她都不忍心用刀叉吃了。稍微尴尬的是，她恰好坐到了刚认识的2人中间，于是3人断断续续地聊了起来。不过他们似乎都很享受今天的童话世界，尽管每个人来的理由不同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，他们依旧怀有童心，仿佛在进入社会的那一刻，这份童心也逐渐消散了。所以偶尔抽空重温一下这种感觉，似乎能让自己更清楚地意识到，快乐其实不那么难。就像凯蒂猫
设计成没有嘴巴的样子，是为了让人赋予它情感。你开心时看它，它也像在笑；你难过时看它，它似乎也感到沮丧。所以只有自己先开心，才能看到周围的美好。这样的道理，或许在卡通世界才容易理解吧。现实中，总有许多不如意的事，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个无忧无虑的地方，给人们一些治愈心灵的时刻。维持开心和快乐，才是开启自由生活的第一步。有人认为，依赖他人的快乐不长久，真正的快乐来自于心灵的力量。所以，独自生活为目标的5月，下班后选择一个人去吃火锅。有人说，孤独有等级之分，但在5月看来，孤独只要你享受它，它象征着自由。在5月里，随信息而来，到了一个自建房前，一进门就看到，这是一家用自建房改造的私房火锅店，浓郁的火锅香气弥漫。看了眼菜单，发现上面只有药膳火锅这道菜。5月对专注做一道菜的私房菜很感兴趣，想来一定是很特别，心里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试吃了。虽然现在是春天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他今天感觉有点冷，于是马上决定晚餐吃火锅。一个人真好，不用顾虑别人的想法，想吃什么就随心所欲决定。没多久，他点的锅底就上了桌，是常见的鸳鸯锅。然后店员端来一大盘药材，问5月最近身体有没有哪不舒服。5月想了想，觉得没什么，硬要说的话就是最近总觉得冷。听后老板也拿出了几样当归、淮山这些药材，可以在5月补气驱寒。毕竟了解客人的需求，来制作火锅汤底才是这家店的特点。不过第一次吃火锅的5月好奇，难道火锅就是这么吃的吗？帅气的老板抓住机会，又给5月普及火锅知识。原来老板在中国旅行时，无意中尝到火锅，瞬间被火锅的味道吸引，于是留在中国学习制作火锅，并考取了药师证。他的目标是把火锅这种美食传遍日本。听了老板的话，5月觉得相比沸腾的火锅，老板更热情似火。不一会儿，锅里飘来阵阵香气，加入药材的汤底，看来真的更有食欲了。接着老板上了一大盘菜，第一次吃火锅的5月被这分量惊到了，原来火锅这么实惠。5月打算先喝一口汤，这种从未尝过的味道瞬间渗入身体，药材与高汤完美相融，汤底好喝的让5月想打包回家喝光。夹起一片肥牛，在汤底里涮10秒钟就可以吃了，嫩滑的肉质不用蘸汁也很美味。然后放蔬菜到锅里煮软，吸收满满的汤汁才叫美味。连连夸赞老板的手艺。老板看着5月一人前来，吃得满意也很高兴。5月此刻更加确定了，美食只要去享受就好。一个人吃美食，才能更专心品味食物。吃得差不多时，就可以下拉面。红汤和白汤各一半，高汤和麻辣红汤都有独特风味，除了好吃，真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。最后，以一份甜甜的小汤圆做结尾，口感软糯清甜，立刻冲掉了火锅留在口中的油腻。这个搭配简直完美。在5月的日子里，一个人吃火锅并不孤单，反而在独享时更能听到内心的声音。独处并不等于断绝社交，可以和朋友畅聊，也可以和自己温柔对话，这并不冲突。在喜欢的时间，做快乐的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有人说，世上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，美食像爱一样温暖。所以以独自生活为人生目标的这个5月，在带薪休假的日子，我选择独自前往著名的横滨中华街，决定今天好好大吃一顿中华美食。回想以前的自己，总是觉得一个人去吃有点尴尬，因此错过了很多美食。今天的他终于醒悟，其实生活里没有那么多人在关注自己，那些恐惧只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。既然如此，就大胆一点生活，一切真的很美好。连天气也是迎着朝阳。5月来到嘉广市砂锅粥店，瞧着满墙的菜单，不知选哪种。热心的老板立刻推荐了他家非常受欢迎的牛肉粥，而且按中国人的习惯，喝粥必然配油条。5月觉得老板的推荐没错，果然当食物端上来时，看似简单清淡的粥，不知为何特别吸引人。
据说越是朴素的食物越美味。五月忍不住尝了一口，淡淡的米香和咸味立即在口中扩散，似乎每粒米都吸收了汤的精华。油条蘸粥的吃法也不可错过。没想到，脆脆的油条竟然让这勺粥多了一丝口感。能想到这种搭配的人，一定是个美食家吧？看似只有简单早餐，没想到好吃到停不下嘴。五月觉得美食方面，还是中国料理最牛。接下来五月早就有了打算，要吃8大菜系之一的广东菜。最近几年因为广式早茶的兴起，粤菜在日本也很火。不过第一次来粤菜馆的他，还是问了老板有没有推荐的菜品。老板考虑了一下，觉得还是炸春卷最好。不过这家的春卷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，他们是纯手工制作的，将猪肉、竹笋、香菇和虾肉包起来后用油炸。虽然配料听上去很复杂，但味道特别好，外脆里软，丰富的味道立马俘获了他的味觉。相比以前吃过的速冻食品，现做的美食是真的好吃太多了。五月已经沉醉在这奇妙的滋味里了。迎欢迎中华料理的最后一站，当然是选北京的饺子。据说这家饺子的味道是从奶奶那辈传下来的，于是取名为奶奶的饺子，名字都让人垂涎3尺，已经可以想象到味道了。相比日本常见的煎饺，这种保留原味的水饺好像更适合五月的口味。而且饺子搭配酒在日本也很普遍，和油腻的煎饺不同，这种简单水煮的饺子吃起来更清爽又爽口。五月觉得无论怎样都能吃得下，彻底爱上了中国饺子的味道。人呐，总觉得一个人的时候随便应付就好，可是幸福生活的定义并不复杂，有时只是品尝各地美食的简单快乐。对五月来说，再普通的食物都有其灵魂，人生的许多味道无法重现，就算独自一人，也不该辜负美食，更不能辜负自己。兴趣到底应不应该带有目的性？以独自生活为目标的五月，今天遇到了这个难题。按你这么讲，若不当漫画家，那看漫画不就浪费时间吗？如果不在媒体行业工作，那看电视就是浪费时间吗？不，你可以从漫画和电视中学到东西，但游戏可能就没有吧。所以啊，就是单纯的娱乐不行吗？看着同事争论不休，五月觉得双方都有道理。一边是认为把时间用在能带来价值的兴趣上才最有意义，但另一种观点认为，只要能让自己纯粹快乐的爱好，即使毫无价值，它也有意义。对此，即使看透世事的他也一时难以评判。所以带着这样的问题，五月决定亲自体验一下游戏的乐趣。于是他独自前往涩谷的桌游店，打算试试看在这种热闹的地方享受桌游的乐趣。一进门就有服务员热情迎接，选好座位坐下后，就开始琢磨要玩什么游戏。不过实话说，一个人玩桌游确实有点难，但好在服务员是个桌游高手，凭经验马上找出了几款适合一个人玩的游戏。只不过看着包装上写的适合6岁以上的儿童，五月有点觉得是不是小看他这个成年人了。玩法很简单，根据转出的数字搭建木棍，全部搭好不倒就算赢。规则简明，他自信的立刻开始玩了。但事实是已经过了30分钟仍未成功搭建，而邻桌的男顾客几分钟内便完成了挑战。不知道是游戏太难还是自己太笨，看到气氛有些尴尬的男人立即安慰道，每个人第一次玩都会这样，慢慢来，没事。于是自信满满的五月立刻换了新游戏，好在新游戏更适合他，没多久就熟练掌握了。看到这一切的男顾客也很高兴，第一次见到有人这么投入，发明这个游戏的人知道了，应该会特别感动吧。于是热情的男人邀请五月一起拼桌，想着机会难得，五月也可以借机多尝试其他游戏，于是他同意了。不过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多人桌游，还有点不安，担心自己会拖后腿，影响团队表现。但幸运的是，第一次见面，陌生人间的善良和热情还是消除了他的顾虑。中场休息时，和这个男客人聊了几句，意外发现他是游戏制作人。他常在空闲时去各大桌游俱乐部做实地调查，了解顾客喜欢的游戏类型，
在他看来，无论电子产品多么发达，桌游依然有市场。就像他今天看到独自一人的5月，也能全身心投入到游戏中。他更加肯定，有些东西会永远留在人们心里，无论时代怎么变迁，那些事物总会在人们心中占据一席之地。听到5月的声音，好像之前的疑惑也得到了解答。游戏确实有种魅力，能让人沉醉其中。不过，游戏这种貌似无用的行为，对不同的玩家有不同的意义。有些人只是拿来打发时间，有些人却希望从中得到发现。要说游戏有没有意义，5月同样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。不过他开始懂了，无论有用也好，无用也罢，只要在当下能带来快乐或新体验就好，那正是它的意义。在无用之物中发现价值，就像我们寻找人生意义一样，每个人的答案总是不同。不论是独自生活还是群体生活，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中都能找到独特的答案，不是吗？所以人们都说时尚是个轮回，有些事物虽然过去多年，却仍在人们心中占有一席之地。所以今天以独活作为人生目标的5月，决定找回一些快被遗忘的记忆。因为时光流逝，有些事现在不做，以后可能再也没机会。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从这个5月开始，今天就决定去澡堂泡澡。提到澡堂，这是上世纪的遗产。以前生活条件不好，家里没有独立浴室，大众澡堂就成了人们最爱去的地方。一进门就能感受到复古气息，瞬间把记忆拉回到几十年前，连收费方式都还是老样子。老板坐在柜台上收钱迎客，再想想，这似乎是小时候最想做的事情。居然现在还有这种地方存在，但这些都不重要。今天的重点是重温小时候的澡堂体验。澡堂还和以前一样，有各种浴池，可以按自己的需求选择。难得来一次的他，当然要选全部体验一次，毕竟下次来也不知道啥时候了。细腻的气泡轻触在皮肤上的感觉真是舒服，像婴儿小手在轻柔按摩。药浴池也没有想象中的药味，反而更多的是草本花香。据说泡10几分钟还能让皮肤更光滑。墙上的广告充满复古风。以前澡堂可是社交的好地方，很多人都泡在这样的浴池里，一边泡澡一边聊天。那时候信息不如现在发达，特别怀念大家一起聊天的场景啊。舒服的泡完澡之后，当然不能少的就是复古的干发机。先不谈性能，这机器运作方式真有老味道，几分钟就吹干了所有头发，眼前一切既熟悉又陌生。5月觉得偶尔回味一下童年记忆其实挺好的。记得小时候泡完澡后总会吃点冰淇淋，用来降温消暑。于是5月点了份蓝莓冰淇淋和云南咖啡，听说这2样特别配。听到店员这么说，他心里也多了份期待。吃法还有讲究，先喝一口咖啡，再吃口冰淇淋，还没咽下去时再喝口咖啡。听说这样吃味道会不一样。作为一个独自生活的女人，她的原则是先按推荐的方法做，然后再随自己的想法来。细细品尝一口咖啡会有果酸味，冰淇淋的口感也很细腻。再喝一口咖啡，难怪大家都推荐这种吃法，那种苦味难以形容，酸甜在嘴里交织，如同一首交响曲。随后他把咖啡淋在冰淇淋上，冷热酸甜的滋味仿佛开启了新的大门。5月觉得这种吃法应该能在全国流行，可能会受到热烈欢迎。有人说怀旧不是因为那个时代有多好，而是那时正值青春。所以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回忆一下过去的人和事，或许能带来不同的感受呢。一个人去想去的地方，做自己喜欢的事，自由自在地享受独处时光。这样的生活是你理想的模式吗？如果你曾经向往这种生活，可以看看这部关于独居的治愈日剧，或许能唤起你久违的初心。种一棵树的最佳时间是10年前，其次是现在。无论何时开始，只要行动，都是最佳时机。今天5月小长假，我来到宫崎县的都城市，现在正在吃美味的冰淇淋，泡着脚享受美景，感觉时间变得特别慢。这时间好像所有感官被完全打开，尽情享受着当下。难得来一次远门，
当然要选择当地特色烤肉，大快朵颐。于是5月在当地热心市民推荐下，来到这家精选烤肉店，老板娘热情接待，推荐他尝试店内特色烤肉拼盘，这样能同时品尝各个部位的肉，也不用担心点多了吃不完。一会儿烤肉拼盘就端来了，果然是优质的牛肉，看着嫩滑的肉质就知道是上品。5月迫不及待地烤上了一片，炉火中滋滋冒油的声音已经让他忍不住咽口水，味道果然让他赞不绝口。5月闭上眼睛细细品味，以前总是吐槽电视上美食节目的主持人，总觉得他的吃相太夸张，直到亲自品尝到这种美味，才发现自己当时多傻。即便是厚切的和牛，一口吃进去，牛肋条在炭火烤制下，外焦里嫩，肉质鲜美多汁。听本地人的建议，选择这家店果然没错。接下来5月的行程也有了打算，那就是当地非常出名的烧酒。想了解用什么工艺能做出这么好喝的烧酒，在工作人员带领下，5月跟着他参观了地下水源。水是酒的灵魂，好水才能酿出美味的佳酿。还有装满小麦发酵的酒缸，凑近可以听到细微的气泡声。他好奇的忍不住用工具搅拌了一下。5月感觉这就像学生时代的实践课，这次我又学到一些新知识。听说不同温度下倒酒的方法会极大的影响酒的味道。带着这个疑问，5月按方法倒了一杯酒，果然甜美的酒香在口中弥漫，就像第一次品尝到这种烧酒。虽然5月平时不怎么喝酒，但还是忍不住多喝了几口。天色渐渐暗了，今天终于定下了终点。想想上次来天文台已经是10几年前了，再看这些庞大的设备，5月不禁感叹好奢华。透过天文望远镜，1万颗星星仿佛就在眼前。5月觉得自己像宇宙中的一粒微尘，也许不耀眼，但绝对是自己宇宙中最闪亮的那一颗。生活啊，总是在你想要独立时设下重重障碍，让道路变得艰难。但其实当你终于走过时，你会发现那些所谓的阻碍其实都是你自己脑补的偏见。束缚你的从来不是别人，而是你脑补出来的别人。找到自己，接纳自己，接纳自己后，内心才能滋生真正的快乐，对吧？有人说博物馆是人类最遥远但又最贴近的地方，它既和我们有紧密联系，却也保持了一定的距离。所以以独处为生存目标的5月决定，今天一个人参观博物馆。准备好，开始今天的教材探索。一进门，映入眼帘的是馆内的景象，右手边是东洋馆，左手边是表庆馆，感觉想在一天内看完全部展馆，但是全部逛完好像要花不少时间。其实对5月来说，这并不重要，只需像平常一样，按照自己的节奏，随心随性的参观。进入大楼，一种古老的气息迎面来，在昏暗的灯光下。不仅如此，楼梯照明和时钟，处处弥漫着历史的味道。刚踏入展厅，就看见了教科书常提到的神器文物，至今已有1000年的历史，工艺仍如此精美。可惜只剩制作时间的信息，再无其他历史资料。作为纪念，拍照是一定要的，但是相比照片，亲眼见到更让人惊叹。不过相比这些文物，还是雕塑更吸引他。不知为何，这雕塑怎么看都像醉酒的老外，还有这头盔简直像戴了假发。难道古人的设计灵感这么超前，已经预见到未来人类的脱发问题了吗？带着这种念头，5月不禁感叹古人的智慧。江户时期的服饰和餐具也是重点，当时只有达官显贵才用得起，在现代人看来成了累赘，增加负担。不知不觉间，5月已经逛完了2楼。突然他想起这次最重要的事，也就是教科书上的陶俑，于是他匆忙赶往下一个展馆。还没走几步，我就发现了一个教科书上常见的土偶。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对这种东西已经没概念了，他们一过来就惊呼，这不就是外星人吗？不得不说，吐槽确实又真实又犀利。最后一定不能忘记的是，必须去博物馆的纪念品店买些伴手礼。看到那些文物做成的卡通玩具，就忍不住想买些带回家。可能因为这次经历，更了解了那些东西的历史，才能让这些没兴趣的事物多一些敬重。生活也是如此，多去了解，多去发现，才能互相尊重。自己去想去的地方，
全心享受独处的快乐。这种生活方式是独活。今天以独活为目标的5月，计划去一个地方放松释放。最近因为工作压力积累，走进这座大楼，墙上的涂鸦看起来就像是一种情绪的宣泄。原来今天来的地方是热门的压力发泄馆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为了把积压的情绪尽情释放的地方。5月第一次来还有些顾虑，毕竟之前从未尝试过这种事。不过服务员很坚定地告诉他，只要试一次，每个顾客离开时都会露出真诚的笑容，只需带入特定的人和事，比如像冷漠的前任、不通情达理的老板等，将他们带来的烦恼统统击碎，整个人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。虽这么说，但换好防护服的5月依旧心有余悸，接连2锤都挥空了。一向温和的5月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不适合，但想起服务员的话，是啊，虽没特别讨厌的人，却有很多社会问题值得吐槽。他调整心态，想想网络上那些胡说八道的人，那些欺负弱小的人、做坏事的人，一次次挥出的打击之下，所有恼人的问题仿佛在此刻全释放了。5月才知道自己还有这一面，一直以来的沉默性格让他这次积压的情绪彻底爆发出来了。此刻的感觉只有爽字能形容。如果每个人都能在遭遇不公后勇敢说不，这个世界可能会更美好吧。